王浩，手脚麻利点儿，这车货半小时内装不完，50块工钱你一分都别想拿。张哥放心，马上就好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当年风光无限的王总吗？怎么现在沦落到跟破烂打交道，靠卖力气混饭吃啦？当年你大手一挥提拔我当副总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德行。那时候多威风啊，全公司谁不看你脸色？可惜风水轮流转，你公司破产背100万外债的事儿，现在全村都传遍了。王长贵，当年你在街上混得吃不上饭，是我把你招进公司给你活路，你就是这么报恩的？报恩？这年头谁有钱谁是爹。我现在跟着新老板吃香喝辣，你就配在这儿捡垃圾扛货。我要是你，早就没脸出来见人了。王长贵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我迟早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小伙子，车开得稳，不错。顾董您慢走，注意脚下。刚从拍卖会拍的宝贝可不能摔了。这点钱连这个月欠债的利息都不够。这不是顾董刚才落下的玉佩吗？我的眼睛啊！我的眼睛竟然能穿透墙壁，还能自动分析东西的价值。这玉佩给了我透视鉴宝的神令。刮刮乐，如果我能看穿刮奖区，这种面值20的刮刮乐，给我拿几张看看。老板，就要这一张吧。手气怎么样啊，小伙子？我这店开3年，最高也就中过5000，碰碰运气而已。200万，是真的！有了这笔钱，我不仅能还清债务，以后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过日子了。爸，你还知道接电话？你欠100万外债，连老婆都跟人跑了。今天王长贵开着新车在村里到处显摆，还特意跑到家门口说你在城里捡破烂。爸，以前是我太急功近利，但你们再信我一次，那些外债我很快就能全部还清。等我站稳脚跟，就接你和妈来城里住。你少在外面做白日梦了！我告诉你，3天内给我滚回来，找个工厂踏踏实实上班，别在外面丢人现眼。要是不回来，你就当没我这个爹。彩票的兑奖时间还有几天，到时候我会用事实证明你们的儿子没那么容易垮。明天先去找小磊，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老物件儿，老物件儿啊！清代瓷瓶，宋代铜钱，老铜炉，走过路过别错过。小磊，浩哥，你咋来了？这大太阳晒的，快坐。先喝口水解解暑。谢了，小磊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当年借你的那15万。笑笑，你抢浩哥的水干什么？浩哥，程小磊，你睁大眼看看，他就是个破产的废物。王浩，你欠了100万的债，连老婆都跟人跑了，怎么还有脸来缠着我老公？我来找小磊有事，和你没关系。你这种人还能有什么事儿？不就是兜里没钱了，想从我老公这儿再蹭点儿？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想喝水是吧？行啊，把这些水舔干净，我就再赏你1瓶。王笑笑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你怎么敢这么说我兄弟？程小磊，今天你要是再敢护着这个废物，你明天就给我净身出户，你1分钱都别想分到，你自己掂量着办。笑笑，浩哥当年帮过咱们多少？你忘了当年你爸半夜生病，是浩哥连夜开车送去医院的。一码归一码，那点人情我早还清了。今天他要是敢再黏着你，你跟他一块滚，你选吧，要兄弟还是要老婆？这水我今天不喝了，我走。浩哥，
浩哥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是有难处，这500块你先拿着防身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小磊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我其实已经拿着。当年我刚来城里，是你带着我撑起这个摊子，要不是你，我程小磊说不定在哪条街上要饭呢。我要彻底翻盘，让所有今天瞧不起我的人都亲眼看着我站在他们头顶上。老李，听说了吗？昨晚古玩街那边有人花1000块买了个脏瓷碗，结果卖了整整200万。古玩街水深，但也遍地是黄金。只要眼光够毒，一夜暴富太简单了。别人碰运气都能捡200万的漏，我凭什么不行？现在就去。一眼扫过去全是仿品，这么大一条街，难道连件真东西都没有？找到了，150万。老板，你这些破牌怎么卖？嗨，这些破牌扔这儿大半年没人瞧一眼，你要是真想要，随便挑一个，给100块拿走得了，算我开个张。就这破盘子，边儿都磨花了，还沾着拌面泥，回去我还得自己刷半天。30块我拿3个，不卖我就去别家看看。别着急走啊，有话好商量。30就30，亏本给你，拿走拿走。哼，傻帽一个，拿30块买一堆垃圾回家，真是人傻钱多。真的是乾隆官窑，30块换150万，我王浩真的要翻身了。喂，爸，这么晚了打电话啥事儿啊？耗子，跟你说个大好事儿，你二叔前阵子在城里开了家高档瓷器店，这2天刚正式开张。他现在认识的人多，门路广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。我和你妈求了你二叔大半天，他才勉强答应见你一面。你明天赶紧去买最贵的好酒好烟送去，别舍不得花钱。我明天一定买齐带过去。您和妈别为我操心了。这就对了嘛，明天出门见着你二叔嘴甜点，礼数做到位。听见了，爸，都记着呢。当年我最风光的时候，王建国提着礼上门，一口一个大侄子有出息。我一朝落难，连见一面都要我爸妈低三下四去求。也罢，这个盘子等等有机会了再出手。明天先去把奖兑了，有了现金傍身，再去会会这位大老板二叔，他能摆出多大的架子？你好，麻烦核销一下彩票。200万，你这是中了当期头奖。先生，您的100万大奖信息核对无误，按照国家规定扣除20%的个人所得税，税后奖金共计160万元整。您在确认单上签字就行。多谢，请问奖金什么时候能到账？3小时内，160万会全额打入您预留的个人银行账户，您注意查收短信提醒就行。爸，您快看谁来了！这不是我那个创业欠了100万债，连老婆都跑了的废物堂哥吗？今儿怎么有空来看咱们了？不会是没钱吃饭来混饭了吧？王浩，你爸妈隔3差5就给我打电话，求我给你安排个工作。可你看看自己现在这样子，我就算给你安排了活，你也会砸了我店里的招牌。二叔，我爸妈也是担心我才总麻烦您，这点东西是我专程置办的心意，您别嫌少。心意？你欠了一屁股债，也买得起飞天茅台和极品燕窝？我看是9块9包邮的假货吧？拿这些破烂来糊弄我们，你也不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？行了，王浩，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，我公司的后勤仓库还缺个看门的。你要是愿意，今天晚上来上班，1个月给你1000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王浩，真是稀客啊！我还以为你在哪个工地上扛水泥呢，没想到居然跑到这里要饭吃。苏菲、刘胖，你们别欺人太甚！我的好兄弟，当年你那么风光，怎么现在你破产了，跑这里来当狗了？刘总，您可是我们盛世瓷阁最大的合作商，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快请坐，快请坐。王超，赶紧把我那顶级普洱泡上。刘总、苏小姐，2位能大驾光临小店，真是让我们这瓷阁蓬荜生辉。快里边请，我给2位介绍一下刚到的新货，都是正经景德镇官窑级别的好东西。王浩，当初我跟着你，连个香奈儿都不给我买，现在刘哥随手就送我100万钻戒和顶级名牌包，你呀，这辈子也只能当那泥潭里的烂泥了。苏菲，你当年伙同刘胖伪造账目，偷偷卷走我公司300万流动资金，拿着我的钱的东西，你夜里睡觉就没有良心不安过？王浩，你现在就是个一无所有的废物！
生意垮了就见不得我过得好，凭空捏造脏水往我们身上泼。我什么时候卷过你的钱？你拿出证据来！还有你刘胖，平日里一口一个好兄弟，背地里挖走我的客户，掏空我的公司，一个毫无商业底线、靠偷东西起家的商业间谍，也敢坐在这儿装模作样啊！王浩，你找事儿是不是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在整个江城连搬砖的活都找不到？王浩，你给我闭嘴！刘总可是我们盛世辞阁的财神爷，你一个欠债落魄的穷屌丝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在店里当众冲撞贵客，满口疯话！你立刻给刘总和苏小姐跪下磕头道歉！要是搞砸了我们公司的合作，老子今天扒了你的皮！让我给他们两个下跪道歉，他们不配。王浩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从今往后我就当从来没有过你这个侄子。我会亲自跟你爸妈说清楚，以后咱们两家彻底断绝亲戚往来，听见没有？你赶紧滚出我们盛世辞阁，别在这儿碍眼。众叛亲离，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识相的就自个儿滚，别等我叫保安来赶你。断绝关系，正合我意。你们这种趋炎附势、有眼无珠的亲戚，不要也罢。二叔，你把这两个人当成祖宗一样供着，可你知不知道，他们浑身上下连一件真东西都没有。你胡说什么？这包针脚粗糙，走线不匀，金属扣连 logo 刻字都是歪的，不过是200块的高仿假货。还有这劳力士滤水嘴，表盘指针根本不是机械扫，而是石英机芯在跳秒，9块9地摊货吧。二叔，他们连穿戴都是一堆假货，你觉得他们能给你的瓷器阁带来什么高端珍品？好像真是假货。爸，刘总经手给咱公司的那些高端老物件，不会也有问题吧？刘总，这怎么回事？放屁！这是江城古玩鉴定中心开具的权威证书，老子经手的东西每一件都是货真价实的真品。你一个破落户，懂个屁的鉴宝！王浩，你自己穷疯了，就跑来这里眼红造谣。刘总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已经跟这王子断绝关系了，他的话连个屁都不算。王浩，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和刘哥的差距，赶紧滚吧，别在这里自取其辱了。王浩，看见没有？白纸黑字，红章刚印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质疑老子？滚吧！再不走，我叫保安把你扔出去！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你们执意要自寻死路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等我出手了手里的乾隆官窑，拿到第1桶金，再回来跟你们慢慢算这笔账。什么玩意儿也敢跟我叫板？我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花来。先生，我们这儿只收真品老货，不收地摊仿品。您要是随便逛逛也行，但是别碰架子上的东西。我是来出一件老物品的，收不收得看过货再论。没件东西就先扣帽子。你们这做生意是这个规矩？我在这儿干了3年，你这样的我见多了，揣着几十块的地摊仿品就想来碰运气讲故事，真当我们博雅斋是冤大头？别在这儿耽误货老鉴宝，赶紧走吧。是不是仿品看过再说，别拿你那点眼界当成衡量所有东西的标准。哪来的穷酸货在这装大尾巴狼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找茬的。吵什么？货老，这个穷酸货揣着个地摊破烂，非要咱们收。我好言劝他走，他还嘴硬找茬，故意耽误您的功夫。老先生，抱歉，扰了您的兴趣。我这里有件瓷盘，想请您长长眼。您请看。等等，这是大清乾隆官窑青花缠枝连纹赏盘，怎么可能？再看这釉面，釉色莹润如玉，青花发色纯正浓郁，酥迷离清的晕散感天然无角饰，浓淡过渡如水墨冉冉，毫无现代化学料的生硬痕迹。好东西，当真是好东西。小友，这件重器你是从何处收来的？古玩街地摊30块钱收的，镇清级。30块，哈哈哈哈，好眼力！古玩行捡漏不稀奇，可花30块捡回一件乾隆官窑重器。老朽在这行摸爬滚打40年，也没见过几个比你更厉害的年轻人。老先生过奖，既然您也认成是真品，那您这边能出什么价？在商言商，市场价150万左右。老朽是真心喜欢这件残品，也诚心交你这个朋友。我给你200万全款，当场转账。成交。到
到账200万元。小友年纪轻轻竟有如此眼力，老朽佩服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日后若再收得珍稀古玩，优先送来博雅斋，老朽绝不亏待你。多谢霍老抬爱，日后若有好货，定当第一时间登门。你走路不长眼睛，老子怀里揣的是祖传的宝贝，你这穷酸货撞坏了，赔得起吗？明明是你撞的我，我站这儿没动，你自己低头往人身上撞，还倒打一耙。就你这穷酸样，穿的跟要饭似的，走在路上都碍眼。怎么着，撞了老子还想赖账？东西没摔，不过我劝你一句，做人留点底线，拿假货糊弄人，早晚有栽跟头的一天。你放屁！老子这是家传了3代的老物件，你个穷鬼懂什么？没钱就滚远点，别在这挡路。店员，快叫你们老板出来看看，我这可是祖传的宋代龙泉窑瓷碗，家里现在出了点事儿，需要用钱，着急出手。这位先生，东西看着确实开门，您稍等，我请我们老板出来。这位老弟，我就是聚宝阁的老板。巧了，这是季氏集团的季总，他正好在我这儿挑给季老爷子的寿礼。听说你有龙泉窑的重器，快拿过来让我开开眼。老板，季总，你们看这底足，这胎骨，妥妥的宋代龙泉窑正窑口。不信你们尽管拿去机器检测，假了我分文不取。要不是家里急需用钱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卖这件传家宝。那碗要是真的宋代的龙泉窑，可是价值连城啊！热视光都测过了，那还有假？我亲眼看着取的胎样，错不了。季总，您看，底足胎土测年结果远超100年，系统直接判定真品，这可是正经的老物件，给老爷子当寿礼再合适不过了。季总，我这碗您拿去给季老会长喝60大寿，老爷子一准喜欢。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东西的分量。行，既然检测没问题，刘秘书按约定转账100万。100万。等等，这碗是假货，不能买。哪来的小伙子懂不懂行？仪器检测白纸黑字的真品，轮得到你在这胡说八道？好啊你，刚才在门口撞了我，怀恨在心，现在故意跑进来捣乱是吧？我看你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这位先生，你说它是假货，依据是什么？这碗确实有100年历史，但只有碗底这一圈是老的。碗身是现代用化学釉料高仿烧制，再用特制胶水和老底拼接在一起。古玩行里这叫老底接新胎。小伙子别瞎编了，聚宝阁开了10几年，什么宝贝没见过，还能看错这个？你们做热视光检测，为了不破坏气眼品相，只会从最不起眼的圈足底部钻取胎样。这位刘先生就是吃准了这个规矩，才敢拿着拼接货来闯你们的店。先生，空口无凭，怎么证明你说的拼接？很简单，接胎是用松浆和化学胶水粘合的，只要用滚烫的开水泼洒碗身与底足的衔接处，冷热温差之下，拼接缝隙膨胀，就会析出刺鼻的松香胶水味，真假一目了然。好，我亲自来试。今天这碗是真是假，所有后果我季香雪一力承担。不卖了，这碗我不卖了！你们凭什么毁我的东西？我不验了！天哪！真的是胶水味儿，这碗真的是拼测的假货！好家伙，差点就被骗了！这要是100万买回去，可就打了水漂了。拿拼接的破烂设计，竟然骗到了我季香香的头上，真是胆大包天！把他送去安保部处理。这不，我会了！今天多亏先生慧眼识破骗局，不然我不光损失100万，要是把这东西送到爷爷寿宴上，季家的脸面就丢尽了。我是季氏集团的季香香，大恩不言谢。日后王先生若是在香城遇到任何难处，打这个电话，季家一定全力相助。举手之劳，季总客气了。税后160万奖金，加上刚才出手藏品的200万，整整360万。从没想过我还能再一次有这么一笔钱，我王浩也该换个活法了。拿4部最新款手机，顶配的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先生，4部最新款顶配折叠屏手机已经全部激活装好，一共是8万元整。刷卡。支付成功。先生，您的卡请收好，感谢您的光临，祝您生活愉快。手机换了，代步的车也该安排上，往后跑古玩市场看货收货，有辆车总会方便。又来个蹭空调的，你看他那身行头，加起来都没咱们车标值钱。可不是嘛，周末这种人最多，围着车摸来摸去问半天，最后啥也不买，纯浪费时间。先生您好，外面太阳大，您先喝口水解解渴。请问您想看看什么类型的车？我给您介绍。
日常代步，好开省心就行。先生，您看这款是今年的爆款家用车，续航扎实，市区通勤完全不用担心的里程焦虑，配置也够日常用，性价比很高。就这台吧。啊，先生您确定？要不要我再给您讲讲配置和优惠政策？不用了，全款刷卡。好的，先生，您请在贵宾区稍坐，我这就去为您办理全款提车手续。先去银行把昨天预约好的现金取出来，欠了这么久的账，也该彻底清了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？我来取钱。王先生您好，您预约提取的150万元现金，我们已经全部帮您清点完毕。谢谢。150万，就在几个月前，为了凑100万的窟窿，我低三下四求遍了亲戚朋友，尊严被人踩在泥里碾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我能这样安安稳稳地把钱取出来。你就配在这捡垃圾扛货，我要是你，早就没脸出来见人了。想喝水是吧？行，把这些水舔干净，我就再赏你一瓶。从今往后，我就当从来没有过你这个侄子，我会亲自跟你爸妈说清楚，以后咱们两家彻底断绝亲戚往来。我的好兄弟，你公司破产背债，全都是我一手策划的，你这辈子都只能趴在地上当我的一条狗。你这辈子就是个泥潭里的烂泥。苏菲、刘胖、王长贵，还有我那嫌贫爱富的二叔。你们一个个欺我、辱我，践踏我的尊严，把我踩进泥里肆意碾压。我王浩如今身怀透视神眼，昔日你们施加在我身上的所有屈辱，踩碎的尊严，泼过的冷水，断过的情分，从奸妻100倍奉还，1000倍清算，现我都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当初我被债主追得东躲西丧，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，是程小脸掏光了结婚的彩礼钱，拼了命拉我一把。这份情，我得加倍还。开门！别装死！老子知道王浩那个穷鬼就躲在你家里。王浩，今天100万拿不出来，老子直接把这旁门拆了，你们俩谁也跑不掉。程家这是又被人堵门了，上周才闹过一回吧？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听说是他那个兄弟王浩害的。那个王浩你记得吧？以前在城南开贸易公司的那个，后来破产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老婆跑都跑了。程小磊，这日子你到底还想不想过了？笑笑。当初要不是浩哥帮我，我现在不知道在那条街要饭呢。现在浩哥落难，我不能忘恩负义。但现在他拿你当挡箭牌，我们家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快交不起了，你还天天省吃俭用替他还债。现在债主天天堵门，邻居在背后戳脊梁骨，我跟着你受尽了白眼，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？我就是王浩，找我用不着堵别人的门。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你总算肯出来了，还钱！今天拿不出100万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，让你躺着出去。浩哥，你糊涂啊！你回来干什么？快走，这里我来顶着。王浩，你别在这连累我们家了，有钱你就还，没钱你就跟他们走。这是100万，一分不少，当场2清，拿着钱立刻滚。算你识相，数目没错。钱结清这事儿就算翻篇儿，但你记住，下次再敢拖欠，没这么好说话。浩哥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老实告诉哥们儿，你没干违法的事吧？小磊，放心，这些钱是我凭本事赚来的。笑笑，以前是我连累了你们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安心过日子。浩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能要你的钱。小磊，这几年为了帮我还债，你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这里面有30万，其中15万是还你以前帮我垫付的本金，这另外15万是我给兄弟的利息。拿着它，把下个月的房租交了，再带笑笑去吃顿好的。王浩，之前我不分青红皂白泼了你一身水，还说了好多难听话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住你。那事儿我早忘了。行了，我还有正事要办，先走了。耗子，有空就回来，咱哥俩好好喝一顿。听说了吗？王建民家那个当老赖的儿子王浩，在城里被债主满大街追着打，丢尽了咱们桃源村的脸。谁说不是呢？好好一个小伙子，混成个老赖，王建民2口子这辈子算是抬不起头了。哎，你看那车上下来的是王浩，不能吧？他不是欠了债躲外头跑路了吗？咋还开上小轿车了？瞅着这车漆，这车标，档次可不低呀！
妈，大白天的怎么还锁门了？耗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快去镇上医院，你家里出大事了！赵大妈，你慢点说，到底出啥事了？我爸我妈怎么了？你爸今天在地里干活，被那帮碎嘴的村民指着脊梁骨骂白眼狼，你爸一时气急攻心，当场吐血昏厥，刚被救护车拉去镇医院抢救了。耗子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爸妈，你先别哭，我爸怎么样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哪位是王建民的家属？我是他儿子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病人是情绪过激导致气急攻心，引发了暂时性休克，目前已经抢救过来，脱离生命危险了，好好静养，观察几个钟头就能醒。你爸这辈子老实巴九的，跟谁都没红过脸，这回硬是被人给气成这样啊！爸，我爸一向身体硬朗，怎么会突然气到吐血？张大妈说是村里人说闲话闹的，到底是谁挑的？今早你二叔特意把电话打到地里来，你也知道咱家那片麦地紧挨着旁人的，当时张大妈、李婶、你赵叔他们都在边上干活，听得一清二楚。他是故意的，就是要当着全村人的面打我爸的脸。他当着村里所有人的面对你爸破口大骂，根本不给你爸说话的机会，说王家有你这样的种是8辈子造了孽，败坏了祖宗的名声。王建国，你二叔还当众宣布，从今往后和我们家断绝一切亲戚关系。你爸一辈子老实憋屈，哪受过这么大的羞辱，当场就喷出一口血，直挺挺倒在地里。王伟孙上泼脏羞辱我爸，二叔这笔账我王浩记下，咱们走着瞧。爸这次亏了气血，得好好补补。野生人参炖鸡汤，冬虫夏草泡水喝，妈也跟着吃。这几年他们俩受的苦太多了。耗子，真的是你！张军，我的天，野生人参顶级燕窝，耗子你这是中了大奖，一夜暴富了。这一车东西没有上万块可下不来啊！没有，就是最近赚了点钱，我爸住院了，买回去给他调养身体。叔住院了，怎么回事？严重不严重？气急攻心，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。我买这些回去给他补补。耗子，这几年你不在家，不叔叔阿姨在村里过得有多憋屈？村里那些碎嘴的，天天说你在城里负债累累，当老戴，叔叔阿姨在路上走着都受尽了冷眼和嘲讽。你二叔王建国更是个白眼狼，这些年他开古玩店发了财，对你们家不仅没有半点帮扶，还处处落井下石，故意在村民面前贬低你们。听哥们儿一句劝，人心隔肚皮。你现在有钱了，千万别轻信别人，更要提防你二叔那一大家子，他们就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猪。放心吧，张军，我心里有数。等我忙完这阵子，一定来找你好好喝一顿。这小子这回回来，气场完全不一样了。爸，你终于醒了。胡闹！谁让你买这些中看不中用的贵重东西的？得花多少钱？你哪来的钱瞎糟蹋的？是啊，耗子，你身上还背着100万的外债，平时连顿饱饭都舍不得吃，怎么能这么大手大脚？我们老两口哪用得上这些贵重东西？爸妈，你们别担心，我的债已经……少给我打马虎眼儿！你欠了一屁股债，不想着怎么踏实赚钱还债，反倒学会打肿脸充胖子。你是不是还在外面瞎折腾，非要把这个家拖垮才甘心？耗子，你听妈一句劝，你二叔说要断亲，那都是气头上的话，当不得真。他在城里开大公司，人脉广，你以后要想翻身安稳脱困，少不了他拉你一把。你去认个错，服个软，你二叔肯定不会不管你的。你现在就把这些东西提着去你二叔家，老老实实给他认错，低头和解，就算下跪你也得求他原谅。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村里怎么说你？说你欠了人家的钱，在外头躲着，真跟他断了亲，全村人都得戳咱们家脊梁骨，你这辈子在村里都抬不起头。爸妈，我不可能去给他道歉，他不配。从头到尾做错的人不是我，是他仗着长辈的身份颠倒黑白，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还当众羞辱我爸。我赚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，我没必要为了旁人的闲话就低三下四去给人赔不是。你不去，你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？你背着100万块的债，在城里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，没有你二叔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你知不知道你妈为了你的事偷偷哭了多少回？你是不是非要把我们老两口活活气死你才满意？耗子，妈求你了，别跟你二叔硬碰硬，他现在有钱有势，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，去道个歉不算丢人，留条后路总没错。你真闹掰了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爸，我说了，
我不会去道歉的。王建国做了亏心事，该道歉的人是他。我看你就是被那点破自尊冲昏了头，自尊能当饭吃，能帮你还债。等你真走投无路了，就知道亲戚有多重要了。我养你这么大，不是让你由着性子胡来的。爸妈，你们先别生气，看看这个。爸妈，以前让你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，没少受罪。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新手机，一人一台，以后用这个跟我视频方便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这是10万，耗子，你跟爸说实话，这钱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这么多钱，耗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还欠着100多万吗？怎么突然就有这么多钱了？你可别吓唬妈！王浩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？是不是去干坏事了？你可不能为了翻身把自己搭进去啊！爸妈，你们放100个心，我在城里遇到了贵人相助，这钱是我凭本事赚来的，干干净净。不仅如此，我所有的外债也已经全部结清了。好，没做坏事全清了，咱家终于能挺直腰杆做人了。耗子，你没走歪路就好。爸，你好好养病，以后这家儿子撑。耗子，大事不好了！村里的恶霸赵大奎带着好几辆挖掘机和推土机，把你们家后山的果园给围了，说要推平了建商贸仓库。张大妈，您别急，他们动手了吗？还没，但挖掘机已经开上山了，你们快回来看看吧。你家那几棵你爷爷在时种的老李树，赵大奎说党他规划的路要第一个砍。好，我们马上到。张大妈，麻烦您帮我盯一下，他们要是真动手，您帮我录个像。另外，麻烦您跟邻居们说一声，今年大家的果子收购订单，我王浩照单全收，一个都不会少。喂，是桃源村村委会吗？我是村民王浩，我要报备一起土地纠纷。那果园是耗子你从城里回来一颗一颗亲手种下的呀，还有你爷爷留下的那几棵老李树。爸，我知道，所以这件事更不能让他们乱来。我现在带你们过去。爸妈，站我后面，别靠近那些机器。爸，你看这老李树，又挡路又碍眼，推了正好当柴烧。王浩，你这破果园的仨瓜俩枣，纯属浪费地，早该铲了。大家伙都来瞧瞧，这是当年的土地记账。这块山头早在30年前就窃权给了我大伯赵强。王建民，我大伯看你们可怜，默许你们在这种树。现在我们要用这块地建厂。还有王浩，你在外头欠了一屁股债，谁知道现在是不是在搞什么勾当？别到时候连累了咱们全村。我说，每年秋天王浩都按市场山核桃和板栗比贩子高2毛钱。你把果园推了，我们这些老人家的油盐钱找谁要去？就是，王家果园在一天，我们这些散户的果子就有地方销，凭什么断我们的财路？这是赵家的地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爸，您跟他们废什么话？看见车没？落地50多万。王浩，你现在不吃不喝，打工一辈子也买不起这一个轮胎。赵大奎，拿一辆报废拼装车在这装50万的豪车，你也不怕半路散架？你放屁！我这是正儿八经的进口宝马。大家仔细看，这车门漆面不均匀 ，A 柱有明显的切割焊接痕迹。赵大奎，你这车是在报废肥收账占金买的吧？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开机！先把那棵老李树给我推了！住手啊！那是我爸生前亲手种的树啊！赵大奎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，我已经全部录像。今天这棵老树你敢推倒，我就会立马曝光你。你不信可以试试，是你的挖机快，还是我的网速快？先撤，这小子早有准备，今天不能硬来。行，往后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。好，我随时恭候。另外，今天你损坏的3棵桃树、刮伤的1棵老李树以及践踏的成熟果实，我也会列个详细清单，正式向你索赔。爸妈，我们走。这赵庄一家真是太欺负人了。那老李树可是老爷子年轻时种下的，岁数比咱们都大。我王建民一辈子老老实实，如今连棵树都要保不住了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大奎，我这眼皮子最近老跳，总感觉最近有事儿要发生。王浩今天又是录像又是举报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咱们要不要防着点？防他？爸，您就是老了，胆子小。他那公司早倒闭了，背了一屁股债，手机录像能顶什么用？他刚才动动嘴皮子就走了，翻不起什么烂花。王先生，您预约的30万现金已经全部为您准备好了，请您清点。多谢赵大奎，你想1分钱不花白嫖你大伯的地建厂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釜底抽薪。张凡芳，你掉钱眼里了是不是？大奎是我亲侄子，
他建厂用咱家那块地怎么了？赵强，你少在这装大方！什么亲侄子？赵庄家现在天天开宝马住新房，想过拉扯你这个当大伯的一把吗？那地是我们自己的，大奎占用那块地建厂，一年能省多少租金？我们凭什么白白让他用？亲兄弟也得明算账。那是我亲弟弟，长兄如父，我帮帮他们怎么了？你要是再跟我提钱，这日子就别过了。不过就不过，咱们家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你还在这充大头鬼！我告诉你，不给租金，那咱们就离婚。大伯、大娘，我来看看你们。哼，王浩，你要是为着后山那块地来求情的，我劝你免开尊口。这地大奎要建厂，谁来求都没用。就是，两家平时虽然亲近，但公事公办。你们王家占了我们家30年便宜，现在也该还了，别在这死皮赖脸。大伯，我今天不是来求情的，我是来跟你们谈一桩生意的。王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大伯，你名下的那块地我要了，租期30年。一次性付清，30万租金就在这儿。30万！哎呀，王浩，你看看你，来就来吧，还带这么多现金，快坐快坐，大娘给你倒茶。王浩，不是大伯不租给你，主要是大奎那边早就跟我打过招呼，设备都快定好了，过2天就要动工建厂，我这时候反悔，实在不好交代呀。王浩，你可别跟你大伯一般见识，他就是个死脑筋，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仓促决定，你让我们2口子私下好好商量商量，明天一早我们肯定给你一个准话。没问题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在建厂完成之前，租地的事儿绝对不能传出去。放心，大伯的嘴最严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老婆，我明白了，王浩这根本不是想租地，他这是要釜底抽薪，用这30万把大奎的厂子活活憋死啊！不行，大奎是我亲侄子，我不能干这事儿。赵强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30万啊，咱们一辈子不吃不喝，能攒几个30万？你居然还在这顾及着他们！赵庄到底是我亲弟弟，大奎建厂也是正事儿。我要是把地租给王浩，大奎的厂子就彻底废了，这不等于在背后捅自家人刀子吗？自家人，赵庄一家平日里吃香的喝辣的，开着宝马，什么时候拉扯过咱们一把？他把咱当叫花子打发呢。今天下午王家果园那棵老李树你也看见了，赵大奎说铲就铲，那是王浩爷爷留下的树啊。今天他能铲王家的树，明天就能拆咱家的房，你还指望他跟你讲亲情？可这要是传出去，村里人怎么看我？有了这30万，咱们去县城买套房，谁还管村里这档子烂事儿？我告诉你，赵强，你要是不签，今天晚上你就给我滚出去！行，要是他也愿意出乔钱租，我就把地留给大奎；要是他不出钱，就别怪哥哥我不讲情面了。哥，大晚上的打什么电话？我这忙着呢，有屁快放。阿壮啊，是这样，大奎要用我那块地建厂，你看是不是也得签个正式的租赁合同，稍微给点租金，你嫂子那边我也好交代。给钱？赵强，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老子用你的地是看得起你，还想要租金？你跟那个张芳芳是不是想钱想疯了？我告诉你们，1分钱没有，明天大奎就带人施工。你要是敢拦着，别怪我当弟弟的不认你这个哥。挂了。哼，听见了吧？这就是你处处替他着想的好弟弟。王八蛋，这地我租给王浩。王浩，合同签了，大伯今天把话放这儿，这块地30年内除了你，谁也别想动一根草。大伯，合作愉快，这里是30万现金，您收好。另外这份委托书，麻烦您也签个字，授权我安排专业团队把果园里的果树移走。有您签字，赵大奎就再也没理由拦我移树。你打算把树移哪儿去？咱们这山上土质好，换个地方怕养不活啊。大伯放心，我在隔壁清风岭租了一片专业种植园，那边土质水源都经过检测，比这后山还适合果树生长。至于那几棵老李树和我亲手种的那几棵桃树，我会移栽到我自家新建别墅的后院里，专人养护，一棵都不会少。好，你有规划就好。先生，咱们的基础款乡村别墅整体造价在30万左右，中档轻奢款是50万。至于这套顶配方案，包含苏式园林庭院、双层地下储藏室以及全套高档防潮设计，全包价是80万。不用介绍了，直接定这套80万的顶配，刷卡。另外，我听说你们有专业的移栽与庭院造景团队，我有一批果树。有的，王先生，果树移栽、庭院造景、养护一条龙服务。明天早上6点，移栽车队和首席园艺师会在您村口列队，一切听您调遣。你们看，那棵桃树是王浩5年前从外地引进的新品种，他亲手嫁接的第一批。当年为了伺候这批苗，他在山上大棚子住了2个月，今天总算保住了。那棵老李树才是宝贝，我小时候就听我爹说，那是王浩爷爷年轻时种的，少说50年往上。还好王浩动作快，
今天就把树移走。不过王浩怎么突然就能动工了？赵强不是一直向着赵大风吗？听说那几棵树挡着施工路线，王浩主动说移走腾地，赵强老婆松了口，赵强也就没拦。家今年的板栗按老规矩你收着，你这边果树移走了，后面果子还收不收？张大妈，您放100个心，所有山货照单全收，价格跟去年一样，不压1分钱。果树移到哪儿，生意就跟到哪儿。我王浩说到做到。听见没？王家果园就算换地方，咱们的果子也有销路，比赵大成那没影的厂子靠谱多了。你大伯怎么回事？我昨晚打电话让他今天别放人上山，他怎么还是让王浩进来了？我问了，大伯说是张分发不让拦，说王浩主动移树，正好省了咱们推树的功夫。爸，你放心，等树搬完了，地我照样推平建厂。到时候他王浩连一片叶子都别想留。赵大老板，您不是说今天要动工吗？怎么站这干看着？您那挖掘机停在山底下都生锈了吧？你懂什么？今天是开土的忌讳日，明天就开工，地是我的，我着什么急？别在这杵，让人看笑话，先回去。赵大奎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狂欢吧。不是王浩吗？怎么看着老子的新厂房今天落成，特意跑过来巴结我，求我给你找份活干？大家伙瞧瞧，这就是实力！在咱们桃源村能建起这么气派厂房的，也就我们大奎，不像某些人一身穷酸还欠着一屁股债。王浩，你带这帮泥腿子拿些铁锹锄头，是想来应聘保安吗？赵大奎是真发达了，几十万的新厂房说盖就盖，以后在村里绝对是数1数2的大户人家。那可不，这下赵家彻底起来了，以后咱们村人说不定都得仰仗他过日子，沾点好处。可惜王浩年轻气盛，非要得罪赵大奎这种狠人，这下把人彻底惹毛了。往后他在村里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喽。赵大奎，这厂房盖得挺结实，花了不少钱吧？那当然，钢结构、全自动流水线，足足花了老子30多万。在这村里，老子就是唯一的规矩。王浩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趁着今天好日子，给我道个歉，敬杯酒。之前你搅黄我的事儿，我还能既往不咎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把这栋违章建筑给我全部推平，一块铁皮也别留下。好嘞，兄弟们，开机干活！王浩，你疯了！这是老子的厂房，你敢动下，老子就去告你！私闯民宅，强拆民房，王浩，你竟敢跑到我们赵家的地上来撒野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爸，别跟他废话，他今天要是敢动我这厂房一根汗毛，老子废了他！赵壮，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我和赵强大伯签的30年土地租赁合同，大伯已经把这块地租给我了，租金30万，一次性付清。这块地现在的使用权归我，你们在我的地上私搭乱建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拆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不，这上面怎么会有大伯的签名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大伯怎么可能把地租给你？你这合同肯定是伪造的！你要是不信，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问问。你放屁！他明明答应过我，这块地留给我建厂用。你这合同一定是伪造的，是你骗人的！对，你骗人的！大奎，别信他的，你大伯可是你亲大伯，怎么会帮着外人来整咱们？赶紧给他打电话，我这就撕穿你的谎言！大伯，王浩拿了一份假的租地合同，要拆我的厂房，你快告诉大家，这合同是他伪造的，你快让他滚啊！大哥，你快跟大伙说说，这地是你留给大奎建厂的。大奎、赵壮，你们别嚎了，合同是真的。大伯，你说什么？那块地我已经正式租给王浩了，30万租金我也已经全部收到了。赵强，你糊涂了！我是你亲弟弟，大奎是你亲侄子。你把地租给外人来拆大奎的厂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你还是人吗？赵壮，你还有脸提你是我弟弟？这么多年，你们家开豪车住洋房，什么时候把我们当过亲人？大奎要用我的地，我提一句租金，你把我当叫花子一样臭骂。你们扒王家的醋房的时候蛮横霸道，现在地被租走了，跑来跟我讲亲情，我呸！这我租给王浩坏，大奎的违建地必须拆。动手拆！王浩，别拆，求你了，别拆！这厂房花了我大半辈子积蓄啊，我还借了20万，你拆了我连命都保不住啊！你们当初推平我家果园的时候，有想过会有一天跪下来求我吗？给我拆，一块板子都不准剩！谁是赵壮、赵大奎？我们接到实名举报，你们父子涉嫌长期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违规侵占、私搭乱建。同志，误会啊！这厂房我们不建了，我们不懂法呀！求求你们饶了我们这次吧！王浩哥，大奎给你磕头了，求你说句好话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你不能把我们往死里整啊！之前我爸我妈让你们收手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是同村的？天理昭昭，
因果报应。金丝楠木，拂去尘埃，宫廷气气。今天就用你来敲开江城顶级古玩圈的大门。季总，今晚的江城私人藏家酒会入场券需要一件估值1000万以上的级藏品，我们准备的几件玉器都被退回来了。我父亲的60大寿在即，如果不进这个酒会拿到那尊延寿刚治他的老毛病，我们季家就真的无能为力了。难道天意如此？季总怎么在这儿？王浩，是你。今晚有一场一票难求的顶级藏家酒会，我正缺一件朕的场子的重戏当入场券。季总，看看我这件东西够不够分？这是地红九龙纹春字捧盒，看着雕工的厚度和漆色，绝对是清代宫廷造办出的顶级制式，品相完好，无一丝裂纹。够了，太够了！王浩，你简直是我的福星。刘秘书，立刻去办手续。今晚我要邀请王浩先生作为我们季氏集团的特邀鉴宝顾问，一同赴会。是，季总，我这就去办。老婆，你看这是谁？这不是你那个破产当苦力的前夫吗？老公，真是晦气！大白天的，怎么连聚宝阁这种高雅地方也有要饭的来招摇撞骗了？季总，您可别被这小子的花言巧语骗了，他就是个欠了100万的破落户。季总，您瞧他手里拿的那个破盒子，红漆都掉色了，一看就是销商品批发厂10块钱一个的现代仿品。他拿这垃圾来，分明是想骗你们季家的钱！住口！我那100万早就还完了，倒是你们每天穿着名牌，带着珠宝，就真以为自己挤进上流社会了？刘总口口声声说我是骗子，那你胸前这颗假珠子又是个什么东西？这可是老子花了重金从藏地请回来的老料天珠，你懂个屁！这不过是用普通的玛瑙，经过强酸腐蚀，再用金属盐化学染色，最后放入微波炉里快速加热，产生人工风化纹的现代工艺品，价值不超过200。你带着这种劣质品招摇过市，也不怕脖子烂掉？老公，你快戳穿他，他这是嫉妒你！王浩，你竟敢坏我名声！好，你嘴硬是吧？今晚的私人藏家酒会，老子也会去。我们万宝斋这次可是搬出了镇店之宝北宋汝窑天青釉葵口盏。今晚在酒会上，老子要在全江城名流面前把你的假货砸个粉碎，让你在古玩界彻底无法立足。哼，那我便在酒会上恭候大驾。老公，万宝斋的面子就是大，连这种顶级酒会都能带我进来。季家带一个土包子来，今晚注定要丢尽脸面。今晚咱们就等着看王浩那个废物的笑话。凭什么？这个废物凭什么能穿得这么好？大家快来看，这个男人是我的前夫王浩，之前在古玩街专门用假货碰瓷，今晚混进这顶级酒会，就想找在座的各位骗投资。不会吧？季氏集团怎么带这种人来？真是拉低了酒会的层次。保安，保安死哪儿去了？还不快把这个欠债的骗子赶出去！这位先生，请出示您的特邀嘉宾证，否则请立刻跟我们出去，不要打扰贵宾。放肆！王浩先生是我们季氏集团的特邀鉴宝顾问，他的入场看是我亲自签发的，谁敢赶他走？季总，您为了维护一个小白脸，连季家的名声都不要了吗？一个搬砖的顾问，说出去也不怕笑掉大牙。王浩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这里不是你这种废物能待的地方。老朽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的贵客！霍老，您怎么来了？您快来看看，这有个土包子闯进宴会。王老弟，老朽可算把你盼来了。自博雅斋一别，老朽日夜都在想念王老弟那超凡绝伦的眼力呀。王浩先生乃是老朽的忘年交，他的鉴宝奇才远超在座的诸位。今晚谁若敢对王老弟不敬，便是与我博雅斋、与我霍某人过不去。霍老，多谢抬爱。是小的有眼无珠，冒犯了王先生。正好今晚我们万宝斋备了件镇店之宝，本打算压轴亮相，不如现在就取出来，请诸位一同品鉴。这汝窑盏经数位名家鉴定为北宋珍品，我就不信王浩能看出什么名堂。只要他当众露丑，我就能顺势挽回颜面。既然你有心赔罪，那就拿出来吧。诸位，刚才只是个误会，今晚我们万宝斋诚意满满，特奉上镇店之宝北宋汝窑天青釉葵口盏。此盏胎质细腻，天青釉色温润，开片如蝉翼，正是传世汝窑中的天哪！雨过天晴云破处，这不会真的是传说中的汝窑？这等品相，市场估值起码8千万甚至破亿啊！王浩，你刚才不是很能说吗？有种你上来评鉴评鉴，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母，就跪下跟老子磕头道歉。
北宋汝窑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这不过是一尊用高岭土仿制、激光做旧，再用化学试剂做出天青色皮壳的现代顶级赝品。狂妄小儿！老夫研究古玩30年，这分明是真品，你竟敢信口雌黄，毁我万宝斋名誉！是不是真的？用酒精擦一下就知道了。现代化学仿品的有机釉料最怕高浓度酒精。刘秘书，借一瓶高浓度医用酒精和一块白棉布。你少在这儿发疯！要是弄坏了我的宝贝，你赔得起吗？一切后果，我霍某一力承担。真正的汝窑天青色乃是原矿玛瑙入釉，经1000度高温烧制，水火不侵，色泽永不退。看清楚了吗？现代化学颜料，胎土规整死板，气泡毫无层次，果然是现代激光做旧的高仿。万宝斋竟然拿这种赝品来设局，简直是古玩界的耻辱！天哪，真是现代化学仿品！万宝斋居然拿这种地摊货来骗人，太不要脸了！霍老饶命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是刘胖逼我做假鉴定报告的，这东西就是500块钱买来的高仿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给我闭嘴！刘胖，你败坏国安行规，从今天起，我霍氏集团与万宝斋断绝一切往来。这里不欢迎骗子，请你们立刻离开。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！要不是你天天撺掇我在人前显摆，老子今天能当众栽这么大跟头，万宝斋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！姓刘的，你少赖我！当年要不是我利用职务便利从王浩公司卷走那300万投给你，你现在还在倒腾假古董呢！你凭什么全推我头上？放屁！那300万早让你买包买车卖去光了。现在好了，鉴定师当众说我家全是赝品，万宝斋招牌砸了，老子马上就破产了。那300万是被你们俩合伙吞了。苏菲，你亲口承认的，省了我找证据的功夫。王浩，你跟踪我们？我们刚才就是随口争执，气头上乱说的，不算数。那笔钱我们根本没吞，是你故意套我们话。这一天，我足足等了3年。那300万是我公司合法资产，法律会替我连本带利拿回来，分文不少。季总，录音发您了，麻烦转告李律师，立刻起诉查封万宝斋，冻结2人所有资产。对，现在就要他动手。王总，根据法院的财产保全令，万宝斋名下的所有资产已经全部被冻结。辛苦了，李律师。苏菲和刘胖转移那300万公司资产的银行流水都锁定了吗？全部锁定了。这300万的资金链一清二楚，他们涉嫌职务侵占和转移财产，官司我们赢定了。很好，欠我的他们必须吐出来。王浩啊，二叔来看看你，你看你现在真是出息了。堂弟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你们不是早就跟我断绝关系了？你们还来干什么？以前那是二叔糊涂，现在盛世四哥因为卖了假货，客户天天上门退货砸店。堂弟，你认识货老，一句话就能救我们，求你出面帮盛世四哥说句好话，不然我们家就要彻底破产了。你忘了我爸是被谁活活气到重症监护室的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爸是我亲哥哥，我怎么会害他？还有你王超，当初在盛世四哥逼着我向刘胖下跪这些，你们都忘了吗？当初嫌弃我是穷光蛋，非要和我断绝亲戚关系的是你们。现在看我发达了，就想来攀高枝，晚了。盛世四哥倒闭是你们趋炎附势的报应。我们好歹是亲戚，你当真要这么狠心，见死不救吗？亲戚，你们配吗？滚出我的视线，别再让我看见你们。小磊，有空吗？陪我去一趟古玩街。有空，我这边随时能洞察。万宝斋彻底查封了，整条古玩街接下来要重新洗牌，不少铺子出了问题，我过去看看情况。行，那我马上过来。浩哥，万宝斋被查封以后，有不少铺子贴了转让，咱们今天来是来带你看看大商机。磨蹭什么呢？快点搬！这箱瓷器要是碰坏了一点，扣光今天的工钱。动作快点，还有好几趟呢。王浩，我知道错了，当年我不该背叛你，为了高薪跑去给刘胖当卧底，还出卖了公司机密，
后来那老板犯法坐牢，我也没工作了，现在只能干体力活。你当年羞辱我，笑我一辈子翻不了身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天？我不是人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在你手底下当个跑腿的行吗？我真的快饿死了。人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，我不对你落井下石，已经是我的底线。我明白，我没资格求你原谅。记住，做人得有底线。你走吧，我不追究以前的事，但我们也再无可能共事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走吧，不说他了。肚子饿了，咱们去前面的私房菜馆，边吃边聊。这张卡里有500万，我决定在古玩街租下地段最好的那家铺子，开一间正规的古玩实体店，你来当大掌柜。浩哥，这钱太多了，我怎么能要？小磊，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帮我，兄弟俩一起开，这钱是我投资的，我技术入股，你出力经营，这店我们兄弟俩一起开。好，浩哥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这杯我敬你，以后我程小磊这条命就是你的。浩哥，你这规划绝了，珍品区鉴定室一分开，咱这浩雷古轩的气派在古玩街肯定排第一。开门迎客，规矩要立住，牌面也得撑起来。王老板，恭喜开业！季氏集团一点心意，祝浩雷古轩日进斗金，货如流转。季总亲自过来，已经是给我天大的面子了。王浩小友，今日新店开张，老夫便借这方牌匾，送你一份薄礼，接手。霍老这手字力透纸壁，江城古玩界多少年没见过这么提气儿的牌匾了。王老板年轻有为，霍老亲自提匾，这满条街独一份的体面，以后咱们这几个老家伙可要常来叨扰了。耗子，爸真没想到，这辈子还能看到你出人头地。你大伯和王超的盛世资格彻底关门抵债了，村里人现在都在戳他们的脊梁骨。是啊，以前桃源村那些瞧不起咱们的邻居，现在天天往咱们老家跑，带了一堆破罐子，非要托你免费长眼，甚至还想送自家娃来你这儿当学徒呢。爸妈，村里那些趋炎附势的人咱们不用理会，二叔和王超那是自作自受，他们以后也没脸再来纠缠。往后有这浩古山在，我一定会好好经营，有我在，咱们家就垮不了，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。王浩，这是京城网玩藏家峰会的邀请函，今年汇聚了最顶尖的专家，还有一批流失海外的宫廷重器会首次公开亮相。霍老极力推荐你，这机会可不常有。好，我一定准时参加。霍老费心了，季总也替我了这么多手续，这份情我记着。这峰会可不是谁都能进的，你能拿到这张请柬，靠的是你自己的本事，老夫不过是替你敲了开门。另外还有件好事，法院那边的判决正式下来了，刘胖和苏菲非法侵占你公司300万的案子证据确凿，他们名下所有资产都被强制执行返还给你。那2个人现在已经彻底在这个圈子出名了，听说现在只能到处打零工躲债，狼狈得很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季总，这事从头到尾你出了不少力，改天得好好请你。那我可记下了，等你从峰会回来再说。浩哥，这箱子是之前清理后院杂物间时翻出来的，里头都是些旧棉布和破衣服，正琢磨着明天扔垃圾站去呢。等等，把箱子抱过来，让我先看一眼。古玩行里的规矩，哪怕是扔垃圾，出门前也得过个筛，万一里面夹着什么老物质呢？行，那浩哥你过过目。不过我觉得里面真没啥，都是些发了霉的烂棉花套子。这是双面侧丝，老天爷呀！九龙纹，明皇的规制，这是乾隆皇帝盖的御用陀罗尼经被呀！这是双面侧丝，老天爷呀！这九龙纹，这明皇的规制，这是乾隆皇帝盖的御用陀罗尼经被呀！乾隆皇帝的被子，浩哥，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啊？程小磊，你刚才差点把整整6000万当成垃圾给扔了。这等国宝一旦炼世，绝对会轰动整个古玩界。小友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它？霍老，咱们正愁去京城古玩藏家峰会没有镇场子的重器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去京城峰会，看谁还小瞧我们。
你这一路上神神秘秘的，连我都不让看，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宝贝？今天可是京城顶级峰会，要是拿不出惊世骇俗的重器，季家和你的浩洛古轩可就抡笑柄了。放心吧，季总，这里面的东西是乾隆御用的明皇双面侧丝金贝，他待会儿一亮相，今天整个京城峰会绝对不会有第二件东西能抢走他的风头。乾隆御用的双面侧丝金贝，那可是只在县志和皇家内府档案里听过的无价之宝，你竟然真的弄到手了！等会儿打开，你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。季家真是没人了，竟然带这么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来参加我们京城顶级峰会。听说是个在江城地摊上靠捡漏起家的草根，运气好碰上1、2件真东西，就以为自己能成大师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不用理会他们，我们往里走。你就是最近江城传得沸沸扬扬的王浩。年轻人，捡漏靠的是运，鉴宝靠的是眼。这顶尖藏家盛会可不是草根过家家的地方。月老说的在理，草根也好，世家也罢，真理只在物件上。哼，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辈！既然你对自己的眼力这么自信，今天老夫就跟你比一场。怎么比？一件东西，谁说的准，说的全，谁赢，输的人当场写下保证书，宣布退出古玩行，这辈子别再碰任何一件老物件。敢不敢接？小子，这位老先生经营古玩行50余年，什么稀世重器没见过？你一个半路起家的外行，也敢跟这位老先生叫板？趁早认输滚蛋，别在这儿自取其辱！行，我接。裁判是谁？自然得请一位我们都信得过的人。老岳，多少年没见你下这么大注了。行，老头子今天给你们当这个裁判。不过说好，我的裁定就是定论。各位，今日峰会，老头子带了一件东西来，不展不卖，只当给在场诸位助助兴。今日正好月老与王浩小有切磋，二位替老头子长长眼。这尊铜佛什么来路？是真是假？秦老，您这尊佛，开门！辽代中晚期的官造精品。诸位请看，罗发细密规整，肉髻平缓。再看面部，丰仪广额，眉弓低平，双目微垂，嘴角含慈，典型的辽代佛陀开脸。再看鎏金，顺着衣纹和肢体转折处自然剥落，露出底下一层古铜自然氧化的皮壳。这种皮壳包浆老辣，没有300年以上的时间绝对养不出来。月老说的对，这尊佛的皮壳太开门了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旧气仿不出来的。月老果然是行里的定海神针，50年功夫一眼就定乾坤，这才是真本事。有些人啊，别以为瞎猫碰上死耗子猜对了一回，就真把自己当大师了。王浩，你呢？方才老夫讲的这样清楚了，你该不会还有别的想法吧？秦老，这尊铜佛是个现代高仿的灌铅水泥货。哈哈哈，王浩，你是不是想赢小疯了？月老都看过了，这是开门红的辽代官造，你居然说是水泥高仿？秦老，看来这场比试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这小子不仅眼力全无，连古玩行最基本的敬畏之心都没有。您看，是不是该让他履行赌约，当场写下保证书，滚出古玩街了？王浩小友，口说无凭，这尊铜佛是老夫多年前带回来的。你既然断言它是现代水泥货，总得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。秦老说的对，小子拿不出证据，你就当众写下退行照证书，立刻滚出古玩界。秦老，古代鎏金采用锰镀法，金层厚实，而这尊佛像的金层薄如蝉翼，边缘反光极其规律，这分明是现代才有的电镀工业法。诸位在听，古铜造像内向空灵，敲击时声音清脆，余音不绝，而这尊佛的声音真铜器和老锈坚硬如铁，针刺不入。可我这一针下去，轻而易举。秦老，请看，
这是尚未完全的现代防裂水泥灰，究竟是古铜锈还是水泥，您一闻便知。老夫收藏此佛多年，竟被这表面的皮壳蒙骗。今日若非王浩小友，老夫险些毁了一世英名。这场比试，王浩赢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妙啊！电镀金泥心贯铅，不伤器物，见微运真。王浩小友，老夫这尊佛确实是现代高仿。月老，愿赌服输。这是行义之书，您现在可以写了。王小友，刚才不过是老夫一时兴起，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。大家都是行内人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何必当真呢？月老，若是我输了，恐怕现在已经被保安轰出大楼，沦为全京城的笑柄了。您觉得那是玩笑吗？月老，若是我输了，恐怕现在已经被保安轰出大楼，沦为全京城的笑柄了。您觉得那是玩笑吗？秦老，您最是德高望重，您帮我说句话呀！我在这行里干了5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要是真签了这退成书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？月老，赌约是你自己提出来的，规矩也是你定的，在场上百位同僚亲眼见证。老头子既然当了这裁判，就得讲究一个公道，愿赌就要服输。王浩，老夫在江城和京城都有人脉，你今天放我一马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以后你的店，老夫全力扶持，否则我让你在江城混不下去。月老，把玩行立身先立德，愿赌服输。今日这字你必须签。真没想到，月老名声在外，私底下竟然是这种德行，输了还想赖账，真是丢尽了把玩行的脸。老夫签了。王浩，我们不死不休！王浩，你太棒了！今天这一战，你的名声彻底在京城打响了。月老这种人心胸极度狭隘，今天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回江城后，得提防他的小动作。王浩小友，刚才你在展厅那一手听音辨泥，实在让老朽叹为观止。秦老过誉了，晚辈不过是实话实说，投机取巧罢了。年轻人不骄不躁，难得。老朽收藏半生，偏爱高古玉器，只是有几件东西始终没弄清楚。今日既然遇上小友，老朽便厚着脸皮，请王浩小友当场为老朽解惑。秦老，这第一件是战国早期的盘池纹玉珏，和田青白料，这沁色已入玉肌，盘完时温润如纸，边缘这抹朱砂沁更是神来之笔，很开门的战国重器。至于这第二件，底料虽然是汉代老玉，但上面的兽面纹饰是现代用微型激光雕刻机后期补刻，重新双使做旧的，这叫老料新工，修复痕迹就在玉牌边缘的内械处，仔细看，还有一丝机器高速运转留下的极细崩口。至于这第二件，底料虽然是汉代老玉，但上面的兽面纹饰是现代用微型激光雕刻机后期补刻，重新汆使做旧的，这叫老料新工，修复痕迹就在玉牌边缘的内处，仔细看，还有一丝机器高速运转留下的极细崩口。精辟，实在是精辟，连微型激光的修复痕迹都能一眼看穿，你甚至连年代和矿料来源都分毫不差。王浩小友，老朽活了70余载，今日对你这双神眼彻底心服口服。明日你一定要来老朽府上，老朽那藏宝阁里还有几件吃不准的绝世孤品，正等着你这位大宗师来揭秘。秦老，有您这句话，王浩在古玩界的底气可就足了。王浩小友的眼力无人能敌，只要老头子我还在一天，秦家就是王浩小友最坚实的后盾。给我听好了，立刻召集江城古玩街所有的铺子老板，就说老夫发话。从今天起，围剿浩雷古轩，谁敢帮王浩，就是跟我岳家作对。老夫要让王浩那个杂碎回了江城，寸步难行。这不是浩雷古轩吗？我特意从海淀过来的，怎么被铁栅栏堵死了？市政施工，连根绳子都没绑紧，一看就是临时挂上去的。昨天峰会上，王浩把月老收拾了，
今天门口就让人堵成这样，你说巧不巧？算了，咱别掺和这浑水，可惜了。听说这王浩是真有本事的。李经理，你这叫怎么回事？我们店开得好好的，你突然把大门和车位都给封了，客人怎么进来？程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古玩城管委员会统一安排的消防和管道整改，别家都配合，你们浩雷古轩总不能搞特殊吧？那凭什么对面孙老板的店门口不封，偏偏就封我们一家？你这分明是针对。哼，针对你又怎么了？程老板，做人得有自知之明，你们浩雷古轩得罪了惹不起的大人物，这店能不能考过这星期都两说。我要是你啊，就赶紧收拾铺盖，少在这里白费力气。这帮王八蛋，现在不仅堵门，还在网上雇水军造谣，说我们鉴定收费贵，专门做局骗人。浩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李经理整我们，天天施工噪音不断，客流量掉了大半，经常合作的几家铺子也联起手来不给我们供货，网上还有水军天天发帖子抹黑，再这样下去，店都要开不下去了。他们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说明已经无计可施了。这办子也太狠了，浩哥，你倒是想个办法呀！李经理说了，咱们得罪了惹不起的大人物，店开不过这个星期。谁是这家店的法人王浩？我们接到行业协会实名举报，称你们浩雷古轩涉嫌私藏、倒卖未经登记的来源不明物件，非法交易、伪造古玉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店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有合法的登记和来源凭证，你们不能血口喷人。这都是别人恶意捏造的，我们绝对没有违法。多说无谓，我们要依法对你们店内的所有高估值藏品进行就地封存、扣押核验，在结果出来之前，店铺必须立刻暂停营业。王老板如今铺子查封，风光不再，滋味不好受吧？实话跟你说，一切都是月老的意思，你再折腾也没用。你要是实在没地方去，我老孙铺子里还缺个打杂的，月薪3000，管午饭，比你开这个店稳妥多了。月老仗着资历压人，背地里动用关系打压同行，自会有看不过的人收拾他。倒是你们，借着他的名头，在这扎堆煽风点火、恶意造谣，一门心思盼着同行倒闭，小心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王浩，你少在这里给我咬文嚼词，得罪了月老，老子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。在江城古玩街得罪了月老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。我们走。浩哥，这店可是咱们全部的心血啊，就这么让月老他们给毁了？是啊，浩哥，不少客户已经在催单了，名誉要是毁了，以后咱们在江城就再也立不稳脚跟了。秦老，月老联合江城这帮地头蛇把我的店给查封了。什么？好大的狗胆！王浩小友，你不用慌，老朽今天就带京城收藏家协会的骨干做专机过去，我倒要看看江城谁敢动你的店。喂，我是秦天德，立刻通知京城和江城所有的拍卖行、典当行，从现在开始全面断绝与岳家的一切业务官僚，谁敢收岳家一件古玩，就是与我秦家为敌。另外，安排专机邀请协会的骨干去一趟江城。既然你们想玩大的，那这江城古玩街也是时候该彻底洗牌了。老爷子，您这是要去浩雷古轩？去不得，去不得呀！怎么去不得？我听说那里的王浩大师眼力一绝，特意来找他长眼。老爷子，您那是老黄历了。王浩前天因为私藏来路不明的赃物，店早就被管委会封了。王浩那点名声全是靠骗老百姓炒出来的。您要鉴宝，来我们店，不仅分文不收，估价还高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浩雷古轩低价流出来的私藏宝贝，宋代官窑、元青花，通通半价甩卖了。你放屁！我们浩雷古轩什么时候卖过这种垃圾货？你们这是赤裸裸的造谣抹黑！程小磊老板，店都被查封了，脾气还这么大呢？我们卖我们的货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有本事让你那个王浩出来当面指证啊！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！浩哥，你天天搁这整理文件有什么用？外面都快把我们妖魔化成骗子大本营了。小磊，做大事者要沉得住气。
这里面是孙老板他们恶意拦截客户、造谣生事、用劣质假货冒充我们货源的全部高清视频，还有我们店里每一件藏品的合法来源和建税凭证。我现在就把这些证据送到行业协会仲裁处。孙老板他们用下三滥的手段，我们就用规矩砸碎他们的饭碗。这店之前不是给封了吗？怎么这阵仗搞得这么正规？你看那发票上的公章，真家伙吧？还真是，每一件东西都有来处，发票时间、交易单位、关税记录，一个不缺。之前听人说浩雷古轩的东西来路不正，这是被人泼脏水了吧？大家看，真正的古玩包浆是温润内敛的，而对面摊位上那些号称浩雷古轩流出的物品，釉面泛着刺眼的化学光，是用良酸咬蚀过的。大家千万不要上当。讲得透彻，有发票有证书，人家王浩大师行得单坐得正，根本不可能是们骗子。说得好！江城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呢？我秦天德今天亲自作保，浩雷古轩的每一件高古玉、青铜器，手续100%合法。老夫也可以作证，王浩的眼力有目共睹。你们听信几个地头蛇的恶意举报就疯癫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纪氏集团的法务团队已经介入，对于孙老板等人的恶意造谣、恶性竞争，我们要求立刻彻查，给守法商户一个公道。钱老、霍老记住，您各位息怒，有了这些铁证和您几位的担保，我们立刻为浩哲古轩解封，并对孙老板等人进行立案调查。秦老，您饶我一次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从今天起，秦家在全国的所有渠道彻底封杀你们这几家店，等着的还有仲裁处的100万元罚款和起诉。小磊，准备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办一件江城几玩界的大事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正在江城首届民间古玩大战现场。本次大战由浩雷古轩联合主办，不仅展出了多件稀世珍宝，而且全程免费对市民开放。大娘，这碗虽然不是官窑，但确实是清代晚期的民窑珍品，能传下来不容易，您好好收着。不愧是王浩大师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还免费帮我们看，真是大好人啊！秦老，你看。王浩现在身上已经有了真正宗师的气度。不错，江城的泥潭留不住王浩，这小子的未来在整个天下。几位老板放心，只要是我们浩雷古轩盖章认定的物件，全国任何一家博物馆都认。你瞧瞧，这排场，这光景，真是咱们老王家祖坟上冒青烟，烧起万丈高的香火了。从前谁能想到咱们家能有这般风光？王浩小友，如今这浩雷古轩已经成了全国古玩界的风向标。这杯茶，老朽敬恭喜你终成一代宗师，也是我们新成立的综合性古玩文化集团的董事长王浩先生。这不仅是我的浩雷古学，是大家的，多谢秦老的提携，季总的支持。我的一双神眼辨得清古玩真假，可比起一件件古董珍宝，绵延千年的华夏文脉，才是我此生拼尽全力要守护的无价瑰宝。